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17日下午的17点1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昨天美股再次出现新低，跌幅达到了 2.42%。这样呢，美股在周线级别上已经进入到了第三轮的周线级别下跌洗筹啊。首先呢，这个从高点开始，这里是第一轮周线级别下跌洗筹，日线级别反弹之后，第二轮周线级别下跌洗筹。同样呢，观察到日线反弹之后，目前做出的是第三轮的周线级别下跌洗筹的一个八戒位啊，上方这根阴线是悟空位，这是八戒位。八戒阴线呢跌破了一个重要的整数关口3万点，跌破之后呢，我们看到啊，它已经跌破了120周的均线，也就是说下跌空间已经完全打开啊。这我在前面几堂课中多次提到啊，跌破120周均线意味着美股将要进入到月线级别下跌洗筹的一个进程当中。那么目标位呢，我认为是在22000美金，下方还有巨大的幅度啊，巨大的空间等待美股这轮熊市去完成啊，它的时间周期啊是逐步放大的啊。两轮周线级别下跌洗筹完成之后，当前是第三轮，那第三轮呢会构成一个月线级别的下跌啊，会构成月线级别的下跌。同时呢，本周是6月的中旬啊，那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美股出现第三轮，并且完成周线上的第三轮下跌啊，这将带动整个金融市场啊出现一个下行的趋势啊。那么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啊，比特币最近2个交易日不太好做了啊，很多人发现它不再进行单边的运行了。那么我们从结构上去解释为什么当前行情不好做的原因和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当前盘面的运行。首先在比特币4小时结构上，我们发现了它是在一个焦点位啊，4小时级别横盘震荡过程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焦点位，在焦点位处发生的下行啊，并且这个位置上的下行呢，我们认为它是很不好收上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焦点位它相当于一个具有吸引力作用的黑洞，在前面的结构当中跌破的话啊，也就是说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跌破的话，它是能够收上来的，很容易收上来的。但是呢，在焦点位这个黑洞处发生的跌破，不容易发生很好的反弹啊。就这一问题啊，在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 ETH 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这个交易对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日线的结构，日线结构在焦点位发生跌破之后，你看啊，它一直没有有效的反弹，最终呢收回到这个焦点位。那么比特币在4小时结构上，我们看到啊，在4小时结构上形成的这个收敛结构，在焦点位发生跌破啊，在焦点位发生跌破，所以呢它是不容易发生反弹的。那同时呢，我们观察当前4小时结构啊，4小时结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一个收敛三角，这个收敛三角啊没有形成近焦点啊，随之来发生了一个弱势的反弹。这个反弹的时间级别啊是小日线级别的，因为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没有看到啊悟空八戒沙僧唐僧形成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如果能够形成4小时级别反弹呢，它的目标位是在24000。那当前时间点它处在一个弱势的震荡过程当中，它的反弹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我们打到小日线级别呢，就可以观察到啊，这里是悟空八戒，然后沙僧唐僧，这里面有一个小日线级别的反弹洗筹啊，构成了一个反弹洗筹，然后围绕这个反弹洗筹横盘震荡，横盘震荡。现在呢，行情不好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小日线反弹之后，又做了一个对称性的下跌。我们观察啊，这个对称性下跌是和以往不同的。这里的反弹呢是小时线的反弹，但是它的下跌呢，我们看到下跌是4小时级别的下跌。4小时级别的下跌洗筹，也就是说它是急涨缓跌啊，急涨缓跌
这样呢，你对多头和空头同时产生了一个误区。急涨的时候，你容易追涨，因为你会感觉到反弹行情很快会来了，很快到来，然后你会追涨。缓跌的时候呢，你容易进场，缓跌的时候你容易进场空头，然后再反弹上来，引爆你的空头。震荡行情往往通过这种时间级别不对等来构成的。那么在急跌的过程当中呢，急跌的时候你容易做多急跌的时候你容易做多，因为急跌行情，比如说这段的急跌行情这个下跌过程当中4小级别的下跌过程最终呢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在这个每一次急跌的过程当中呢，你都容易去做反弹，因为它急速下跌必然会有一个小时间级别的反弹急跌的时候你容易做反弹，容易做错。那缓跌的时候呢，你容易做空所以呢这段行情呢就是缓跌的时候引导你去做空，因为缓慢的下跌你总会以为这个行情还会跌下去，你就会错误的进入到这个市场这往往是趋势上的人性让你超级主力通过这种时间级别变换、方向变换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那当前行情是什么趋势呢？当前行情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做空是对的，但要找到合理的位置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的趋势和美股类似的是这轮行情同样进行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为什么说是2轮半呢？这个位置呢是第一轮的周线级别下跌，然后同美股一样日线级别反弹，这个位置呢是第2轮的周线级别下跌，然后它的反弹时间级别也就是黄色线这里，它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它的最大反弹力度在这个收敛结构当中4小时级别反弹，证明反弹的力度非常弱势。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了美股它的反弹力度在这里它是一个日线的反弹，那 A 股呢是周线对称型的反弹，只有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非常弱势的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随之而来对称性下跌，最终呢走出这个结构，走出这个横盘震荡的收敛结构。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轮下跌它是日线级别的下跌，伴随美股的日线级别下跌。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我们认为行情容易出现震荡也就是说趋势上是处在下跌的但是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的它的这个均线还没有跟上来，会造成什么情况呢？我们看上一轮比特币低点在266 226,600这个位置上它的低点发生之后呢，它的均线是怎么构成的它的均线是缓慢的跟上来，伴随着震荡。那么这轮行情也容易出现这种结构那如果美股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形成震荡，持续的震荡有一定的反弹的话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天出现了小幅的反弹，美股呢是有可能在今天有一个高开动作，然后有一个小幅反弹的因为已经持续下跌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嘛，然后这里是有机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的话有机会出现一个小幅反弹的。那美股如果出现小时间级别的反弹，那比特币有2个级别比特币有2个时间级别的反弹等待我们布局什么呢？布局空单因为我们知道周线级别目前处在一个8切阴线的位置，这个位置下方呢在周线下跌吸油的基础上还有沙僧和唐僧，所以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积极布局空单有2个时间级别的反弹。第一个时间级别反弹呢是小日线级别反弹，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了那如果比特币再略微强势一些的话，它就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呢？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因为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它是一个日线级别下跌，日线级别下跌之后我们切换时间级别，我们缩小这个时间级别，分别有小日线和4小时线。那么小日线已经发生了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昨天我布局做了一个空单已经获利
获利幅度大概是50%，然后我出局，然后等待它可能出现的4小时级别反弹。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呢，它的目标位是在24500啊。这个24500呢是根据当前出现的一个阳线啊，这根阳线判断的啊。这个阳线如果出现啊这种反弹的话，大概是在24000到24500这个区间，这是一个4小时级别可能发生反弹的一个力度啊。这个反弹的力度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行情目前处在一个震荡的趋势当中，我们可以在小日线和4小时线上看到这个震荡正在发生。同时呢，这种震荡是让均线横过来啊，因为均线呢，你看啊，已经出现了急跌，并且这个10日均线，粉色的10日均线啊，我这里面只有2个均线啊，一个是蓝色的50日均线，一个是粉色的10日均线。这个均线呢，一般来说在这个急速下跌之后，它都会横过来形成缠绕啊。在这个缠绕过程当中呢，对多空两方面去进行绞杀，这是超级主力惯用的伎俩啊，超级主力惯用的伎俩。那么我们是在下跌趋势当中啊，我们要积极布局空头啊，在48000点到44000点啊，我的首页上有这个节目啊，就一直在说空头行情已经来了啊，空头行情已经来了，在震荡过程当中，你要积极的布局空单。那么比特币走到当前的这个位置上啊，大致的跌幅呢已经达到了70%，在这个位置上呢，下方仍然有很大的下跌空间。我们认为啊，比特币的这轮熊市和13年和18年啊，它的下跌幅度大致是类似的啊，最大跌幅呢应该在85%附近。也就是说呢，这轮行情我们有可能能够看到14000美金以下的比特币啊，14000是跌80%，10000是跌85%，那可能是跌到10000附近啊，才是我们做多单的一个时机。那当前位置呢，仍然有下跌空间。我们顺势而为的动作，在什么时间进场呢？就是在日线级别下跌洗完成之后，它如果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耐心等待它出现4小时级别的阳线的反弹啊，在24000啊这个位置上布局啊。同时呢，你如果觉得这个行情实在难做啊，我认为你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个动作，就是有一个小的仓位啊，这个仓位可能是占你总投资的5%啊，有一个小的观察仓位，这样呢，你能更好的去感受到这个行情带给你的影响啊，因为只有你和行情产生关系之后啊，你才能更好的在行情当中获利。所以呢，我建议无论行情怎么走啊，你有一个5倍以下的空单在手啊，这样呢，你能在继续反弹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加仓这个空单啊，而你这个仓位呢，要做一个观察仓这个仓位不用很大，但会啊让你有更多的注意力在这个行情当中啊，有这个注意力在行情当中，你就不容易错过行情啊，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啊。那么以太坊也是比较类似于比特币啊，都是走在了这个周线级别下跌稀有的一个8戒的位置啊，这里是悟空，这里是8戒。那我们根据这个弧形的结构啊，这个弧形的结构是很准确的，它还是有很大的下跌空间。对于以太坊来说，有这样的下跌空间。那么在做单的时候，我们要参考比特币啊，如果出现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稀有的话，积极的布局。然后我们现在观察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啊，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下跌速度是非常快的，证明以太坊对比特币正在加速下跌。同时呢，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提到了一点，怎么涨上来的，怎么跌下去。所以呢，现在的下跌还没有完成，也就是说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下跌速度还是很快的。同时呢，我认为啊，如果行情能够反弹到这个上边线附近，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跌速能够反弹到这个上边线附近的话啊，是一个布局以太空单的一个好的时机。因为以太目前远弱势于比特币，
所以呢，让以太坊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做空的一个标的。那么我们昨天做 NIR 和 WAVES 也是获利的啊。它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用了15分钟均线的做法啊，15分钟均线偏离啊，10日均线偏离于5日均线啊，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做空啊。同时呢，它在粘合的时候啊，在这种粘合的时候，我不建议进场啊，不建议进场，因为很多时候这种粘连之后的进场啊，它都是错误的。啊，有了一波获利之后，我们暂时先出来等待它的反弹。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了 NIR 这个代币非常有趣啊，这就是我之前啊我在前面一段话中说的，它怎么涨上来的，怎么跌下去啊，这是一个对称性的结构，有点类似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你看怎么涨上来的，然后横盘震荡，怎么跌下去。NIR 正在走出这样的结构啊，走出这种非常类似的结构。所以呢，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做空标的啊，直到这个焦点位啊不断接近这个焦点位之后，才有可能发生反弹啊，才有可能发生反弹。类似的情况是它的上涨阶段，在接近这个焦点处之后，它发生了下跌，在接近这个焦点之后啊，下跌趋势在接近这个焦点之后发生反弹啊，这几乎是行情当中的必然规律。跌多了，在近焦点处容易上涨；涨多了呢，在近焦点处容易下跌；横多了的话，容易下跌，对吧？几乎是它的很多规律当中的一个啊。同时呢，你可以观察它的均线系统啊，均线系统。那5日均线下穿10日均线之后，是一个很好的做空时机。目前来看，它的5日均线仍然在10日均线下方，就是这个蓝色线在10日均线下方，所以呢，继续空它就好啊。对于这个长线交易者啊，你继续做空它就好。当然了，山寨币的做空倍数，我建议是2到3倍即可啊。同时呢，如果出现反弹的话啊，达到这个上穿10日均线啊，并且远离10日均线之后，也就是远离这个粉色线之后啊，是一个你做反弹的趋势上做反弹的一个时间点。对于山寨币来说，它的行情我认为是在7、8、9月份啊，7、8、9月份，然后10月份见顶之后，随着比特币第2轮的下跌啊，山寨币也要有一个更大的跌幅。那么反弹呢？山寨币的反弹，我认为是在比特币能够横盘震荡，比特币有一个好的反弹的7、8、9月份啊，这是很多年行情的大概率事件啊，在这里面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啊，就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收敛结构到达焦点位之后啊，在7、8、9月份是可以做一段山寨的反弹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